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另外是我们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紧来观察以及了解对岸解放军的军武实力到底如何。看到这一则报道是来自于对岸解放军，说是第9艘的055万吨大驱，也就是我们说的驱逐舰第9号东莞号开始海试了做海试的一个相关的准备。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它第1艘是5年前下水的南昌舰同样是055的万吨的这个驱逐舰5周年有一些报告出来了，当然是来自对岸的央视，他们在做武力，在做肌肉的展现。您看到画面上是对岸央视的一个揭露出来的画面，说是抗饱和攻击，有8艘055型的导弹驱逐舰霸气集结那当然，对岸在秀武力，我们也要非常的注意，包括海上的也有空中的。您看到前一阵子有第6代，说是第6代对岸的解放军的战机已经升空了，伴飞的是歼20系列。那央视的报道是歼20系列战机组团发展新的作战模式。那我们看到包括美军，包括全世界都在看这个歼20的 S 搭配歼20作为指挥战机，可以指挥歼20打击对方高价值目标，歼35A 执行对空对地的攻击。美国人很紧张，或者是也很注意。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军武的杂志或是报道就说了中国在第6代战机方面可能会先发制人，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最近很多军武迷都在传。美国空军的安德鲁·杭特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发展，并且展开下一代空中力量的竞赛必须要先持得点，而且呢，不能保证美国会首先冲过终点线看谁可以先持得点。东方跟西方现在在做一个竞逐，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说是12-1，2年之内西太平洋的这个战力恐怕可以压过美国。那必须讲到2027年，我们看到这是美国这边的指挥官说，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的现代化战机跟美国的战机的数量相比，大概是12-1其中第5代战机是5-3所以这个地区解放军还有225架的轰炸机他们也很注意担心在这个 area 他们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我们看到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大概有3000多架的战机、攻击机和轰炸机我们看到呢，美国在这个地区其实布置了非常多的空军基地，是源于冷战时期，美国利用空军基地网在整个地区投射力量，并且维持稳定。但是现在中国崛起了，所以这些基地又成为美国战略规划的关键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布置，那所谓抗中或者是美国希望借由韩国、日本、台湾来形成一个抗中这样的一个区块，到底还能不能够发挥作用呢？印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我们看到最近印度的总理莫迪就是昨天为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喜马拉雅山公路的隧道进行一个通车的仪式。我们必须讲，它有军事上的意义帮助印军部署临近中国的边境，因为大家知道印度跟中国在边境上多有摩擦。所以你看到印度的陆军参谋长就讲了，未来有计划现在没有计划缩减东进边境的驻军而且还指出将根据与中国的谈判结果考虑，在今年夏天部署多少边境的驻军。印度的军事实力也是不容小觑。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解放军也在美国的后院做了一些布置，包括解放军在阿根廷设太空站，美国也很忧心担心是潜在的军事威胁。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洪都拉斯也在南美洲那中南美洲这里呢，是不是也威胁驱逐美军呢？
这是来自于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说法哦。他说威胁要驱逐美国军队哦，以报复即将上任的总统川普大规模驱逐从中美洲进入的一些移民啊，还有一些包括非法的这个庇护者哦，所以他要做这样报复，我要把美军给驱逐，这只是气话吗？还是他真的会这样做呢？如果这样做了之后，又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来请教赖老师。这10年来，解放军的陆海空火箭军的进步的速度确实很快，我想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哈。它不只是在武器装备啊，不断的迭代的往上爬升。现在第6代的战机的原型机啊，应该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展开。第5代战机啊，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35。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进入量产的一个阶段，而且它的量产的数量都已经形成了一整个大队这样的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海军这个部分呢，4年以来，中国大陆下水的新式的战舰，等于是英国传统的这个海军大国英国的总体的海军数量大于法国的总体的海军数量。那这更不用说，在整个总船位里面，现在美国自己也承认美国的海军他们的学术刊物里面，他们说中国大陆的新式战舰的整个总海军的数量大于美国总海军的数量，也就是说350几艘的这个中国的军舰比285艘美国军舰还要多。现在只是美国占有优势的地位是在哪里？是在吨位大。也就是美国的11个航母战斗群，它能够依仗的就是说，我的航母战斗群多，我的吨位大，但是在总体数量，尤其是在新式的战舰这个数量部分，美国已经落后了。那在武器装备中国大陆提升的速度这么的快的情形下，我们要问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战斗力有没有形成。那根据美国跟中国大陆所陆续公布的这些数据显示出，就是说中美两军不管是海军跟空军，那么都有很多次的较量，都有很多次的较劲。美国自己也承认，在空军方面，美国已经不具有优势的一个地位，因为他们也说曾经碰过这个解放军的歼20，那么用 F-35跟歼20有对阵，他们觉得他们也没有占有优势，所以他们说中国大陆的空军是尊敬的对手。那在海军这个部分，美国尝试的想把它的舰艇往这个中国的航母靠，然后被中国的动555的导弹驱逐舰被它驱离走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美国一个传统的海军的大国，它在它的这个人舰一体的作战能力这个部分，它也已经面临一个强韧的对手。也就是说，中国的海军是很年轻的海军，而这些海军的官兵的操舰的能力基本上也让美国倍感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看到不管是苏利文也好，拜登也好，他们谈到中国大陆的军力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想这个都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一个事实。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要问的地方是在于赖清德台独，你还要再搞两岸关系的紧张，美国已经不可靠了，你还要再搞两岸关系，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是好事吗？绝对不会是好事。那现在有更多的研究报告出来，就是说在空军，因为未来你有制空权才能够有制海权，然后才有这个陆地的地面作战权，所以空军事实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严廷他就是空军的健儿我想他也很清楚，你没有制空权，你要拿到制海权的可能性并不存在。那我们要问，在西太平洋美国还有没有优势？美国自己也都认为根本没有优势了。也就是说，美国的空军事实上力量不小力量是强大的。可是美国的空军它分散了，对，它不但在太平洋，而且也在大西洋。是，它在大西洋这边，它有很大的军力是放在这个欧洲这个部分，有一部分的军力在中部战区是放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所以它在西太平洋里面，那么只剩下在日本、韩国还有关岛等这些的军事基地。那如果跟中国大陆的整个空军从北到南沿海的这个空军基地跟航母战斗群的空军打击力来说，在西太平洋的空军，美国完全不占有优势了。这个是美国自己也都承认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的空军基地也不够，我在地面的基地也不够，
然后我的整个空军的军力在西太平洋也不占有优势，而且非但不占有优势，而是中国大陆碾压美国。那美国在西太平洋没有空军的武力，海军怎么能够确保？我们刚刚讲的，没有空优就没有海优，那美国怎么确保它海空军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我想这个一直困扰美国，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看起来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印度的问题，我们明确的看到中印边界的接触线已经脱离了，所以关系有在缓和，但是印度的兵力并没有撤走，中国的兵力也没有撤走。为什么？因为这一次西藏的灾区中，日喀则，大家就看到中国的空军的基地中，歼20的6架还是摆在那里，所以彼此之间脱离了接触线，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把军事实力摆在那个地方。是有点对阵的味道。来，请教延平将军。中国大陆它现在由陆权的国家走向海权跟空权，他讲了一个大国或者是一个军事大国，一定要走向海权跟空权才有办法做力量的扩升。如果是往这个西边或西南部，那只是印度或者是中亚的这些小国家，对中国大陆来看的话，它能够获得的这个战略利益并不大，一定要走向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所以它这个055大区，055大区是仅次于航空母舰跟我们讲的2栖作战舰，相当大，它的排水量就11000吨了，满载的排水量的话可以到达13000多公吨，所以是非常大型的。然后在这一方面，它已经完成8艘了，而且这已经列入作战序列。那这样子，它的整个，因为它的整个下水到现在为止啊，行之有年，所以它的整个作战的这种配套演练也成熟了。那这样，如果在第一岛链这么做活动，因为它的整个的巡航的这个作战半径5000海里，5000海里对一个这个飞弹这个驱逐舰来看的话，是相当远程。5000海里的话，就将近就是8000多公里啊，不到9000公里，8000多公里。那这样子的话，整个的那个作战半径就大了，这可以横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但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尤其是它现在这个055的大区，它是垂发系统。你看现在准备那个垂直发射系统，前面有64套，后面有48套，总共112套的垂直发射系统，里面可以有鹰击21，可以有鹰击18的这个反舰巡弋飞弹，也可以有红旗9系列的红旗9A、红旗9B的这个防空飞弹。那这样子看的话，它整个战力是完整的，就是为了夺取海权，同时它还可以发射反潜火箭鱼雷哦。它火箭打出去之后变成鱼雷，然后去攻击这个水下的目标。所以它在这一方面的话，算是整个舰制来看，它是仅次于这个2栖作战舰。我认为它的等级大概应该到飞弹巡洋舰，已经到达巡洋舰的阶段，因为它的吨位够大。因为我们看空军，那空军的话，中国大陆在空军这一方面，它逆中战机现在最少有2型已经出来，歼20跟歼35。当然，其他的歼50跟这个我们讲的歼36，那个可能还在验证阶段，可能还没有达成初级作战阶段，还在做验证阶段。但是它是另外这2型的这个逆中战机的话，它应该慢慢运作就会成熟。那这样子，尤其是歼20，那歼20的话，它现在不是单机作战了，将来是组合作战，它可以有双座的，后面可能就个空中作战平台做指挥，是指挥其他的它这些相关的僚机，甚至是无人机去作战。那整个出去的话，不是单机，可能是一个群体作战，这样对制空权的发挥可能会更便捷、更便利。那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在空权的数量上，它有3个优势。第一个，它有机场的优势，因为它就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对它来看都这么近，它所有的机场，它现在又在加整它的机库，让它机库变成能够抗炸系数能够提高。那这样的话，在第一岛链，它整个基地，不管东部战区、南部战区、北部战区，还有战略预备队的中部战区，它都有这个1线基地、2线基地，而且有加固的这个我们讲的抗炸机库。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战力的保存也会比较具体。换句话，在这一方面，它有机场的优势，数量会多。那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那个空军基地数量就是已经固定，没有办法再增加。中国大陆有这一方面的余裕。第二方面，它的整个的战机，除了机场的数量，这战机的数量，中国大陆现在做战机的数量的这方面的效率，也跟它的海军的舰艇一样，越来越多。将来第5代战机要取代第4代，那这样的话，第5代战机的话变成它一个作战的主力。
变成机场的优势、战机的优势。那第三个，这个地缘的优势。因为将来的话，在1线基地或2线基地，对第一岛链跟第2岛链的这种砍制，那更方便了，因为作战半径更远了，所以它的这个火力的延伸更长了。那它这样子的话，在第一岛链会慢慢跟美国由并驾齐驱，到时候可能都会后来居上。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解放军的实力在哪里，心里要有一个底啊，玉芳委员。对，其实中国大陆发展这些传统性的武器啦，就非核子的武器，你说战舰、战机这些等等，它主要目的不是要准备跟美国打仗，它这是一种吓阻。它真正对美国来讲，就我除有核子武器以外，我的传统性的武器也越来越强大，所以你要跟我作战的话，你自己要深思熟虑，因为光凭核子武器啊。两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强权要打仗就不太容易。你看，自从有核子武器到现在，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没有打过仗，只有在韩战的时候非常，也不能说很短的，就有一段时间在米格走廊，苏联的飞机跟美国的飞机曾经在那边进行空战，当然还有中共、北韩啊，这飞机也有参加这个空战，其他都没有。你看美国打韩战。俄国不敢派地面部队去参战，美国打越战，俄国也不敢派军队进去。苏联1979年打阿富汗的时候，美国觉得这件事很影响很大，美国也不敢派军队进去啊，也不敢啊，更不要讲说什么匈牙利他们在革命啊那些什么，美国觉得不敢参战。同样的，这个俄国也不敢随便投入美国战争，美国不敢投入这个苏联或俄国这个战争。最重要是核子武器啦。那它为什么还要发展这些传统性的武器呢？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增加它的整个谈判的筹码。还有最重要，万一战争爆发，这些东西它最重要是在它周遭的海域跟空域来使用了。譬如说，它如果跟日本发生冲突，跟南韩发生冲突，如果跟台湾发生冲突，或在南海跟越南发生冲突，或在印度洋如果中间发生战争，我认为这个战争不会只有在边界打。中国大陆很可能就把军舰直接就开到印度洋，直接就攻击印度的这个土地了。所以主要是拿来跟这些没有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打仗的。所以其实他发展这武器最需要害怕的不是美国，是我们要害怕，因为这些东西最后他对付的对象不是美国军舰，也不是美国的飞机，是我们的军舰、我们的飞机对我们进行封锁。登陆作战，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他们的这个军武的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它的速度太快。南昌舰，这个到现在第9艘军舰东莞舰出来，期间只有9年，9年太厉害啊！这5年造9条军舰，在全世界真的没有一个国家造舰的速度是这么快。这真的所谓的下水饺。是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水饺下到一个阶段。军舰造到一个数目，飞机造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它就会增加它对台湾用兵的那个信心。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对，大家真的千万也要注意这个情势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近都在看的是美国南加州的大火，因为实在烧了6天6夜，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被控制。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的网友也非常的注意啊，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的热搜哦，都是南加州大火，像这样相关的新闻。有一些美国的网友呢，其实做了某种程度的对比，说是啊。重庆那时候不是发生林火吗？8天就扑灭了。那洛杉矶为什么不能呢？美国这么大哦，这个是世界第1强国，你的科技也非常厉害啊。就有一些网友提出了疑问啊，央视就说这是人祸交油，意思就是说人这个制度上面人为的制度上面让这把火烧个不停。可是必须讲地理环境不同，我们还是要指出来。包括重庆跟洛杉矶的这个包括它的纬度啊，地理环境啊，洛杉矶这边更干燥哦。过去10多年来，我有印象，它每一年都会发生森林大火，只是说为什么止不住哦，所以它其实没有可比性啦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所谓的野火有一些人蒙不臧，也就是人祸的部分，像是当地有一家爱迪生电力公司就说它必须负起责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他已经被起诉了，说是他的一根电线杆是引发火灾的根源。这个电线杆可能走火了，让当地非常干燥的这个气候还有树林呢，一起这个整个大火全部燃烧起来。那拜登作为一个即将卸任的总统，他也为了这个所谓的消防栓里头没有水这件事情做出了一个说明。我们来听听看。What I know from talking to the governor, that there are concerns out there that there's also been a water shortage. The fact is, the utilities understandably shut off power because they're worried the lines that they carried energy were going to be blown down and spark additional fires. But the Cal Fire, when it did that, it cut off the ability to generate pumping the water. That's what caused the lack of water in these hydrants. 拜登这样的说明，很多人还是无法接受这个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如果假设发生在台湾，一定很多民众说你这个行政部门的能力太差，怎么搞的没有办法这个切断电源，因为担心这个引发更大的一个灾难，所以你很难想象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行政制度或是政治制度上面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火灾爆发的时候水库里面居然没有水，水库空了耶。这个圣伊内斯水库已经空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后来去调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水已经空了1年。一部分的原因是与一家公司签了维修合约，因为水库在维修。这个也不可思议呀！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呢，因为火灾的关系，所以呢，连续15个小时的需求量增加，比起过去多4倍，这是可以理解的降低了水压，所以消防栓的供水不是为了扑灭大面积的野火而设计的，导致野火迟迟无法扑灭。像这样子一些荒腔走板的状况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世界第一大的科技大国。那川普持续也在放话，他还没上任，可是他很生气，他说你加州就是因为民主党执政太久了，所以搞得这样荒腔走板，说你无能，讲的是加州州长 Newsom。Newsom 说我现在不想回应，因为你川普专门放假消息，我回应不完。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 Newsom 他还特别讲说，你川普故意扣住过去曾经故意扣住兰州，就是民主党执政的州的天灾补助款，你刻意不给加州所以才会有一些连环的反应出来。可是现在呢，山火点燃了美国的政党中间的争端所以加州也提前体验了川普 2.0。川普其实还没有真正的上任呢，可是川普 2.0 在加州这样子的威力已经无所不在了我们看到包括一些企业科技大厂现在也纷纷向川普来输诚了。一个例子，祖克伯，大家知道 Meta Facebook 他旗下的这些 social media 过去其实对川普是封杀的哟，可是现在呢，他突然讲说当时呢，拜登介入疫苗言论审查所以川普事件到 Meta 的未来对于 AI 科技发展的标准，他讲了非常多。他甚至指控说拜登为首的民主党曾经向 Meta 以及其他的社群媒体业者施压，要求业者加强审查与疫苗相关的言论。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留言吗？什么阴谋论等等他说我们做了一些言论的审查，这是民主党其实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价值有背道而驰。民主党是希望尊重言论自由，那某种程度你在控管言论自由。而另外祖克伯说 Meta 去年的 AI 当中阶工程师最快今年上路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警讯越来越多的工作会被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给取代。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评论就说从封锁账号，因为 Meta 封锁过这个川普的账号，所以川普后来不是自己做了一个 好像是 True Media 就是一个他自己的这个social media， 到主动向川普示好。分析说祖克伯背后的计划是什么呢？希望透过跟川普建立合作，解决阻碍 AI 发展的国内监管的压力。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 Meta 的全球竞争力，也直接影响到祖克伯跟 OpenAI 的竞争的态势。所以商人很会看风向，已经转了一个向了。来，
加州的森林大火到现在还扑不灭啊，然后焚风马上要来了，据说这次的焚风可能会连吹3天，那火势往哪边飘，那大家更难预测了。现在 UCLA 的部分的校区也在后撤了，NASA 的部分的它在放在加州的研究室也在急急忙忙的往后撤啊。大家在问，怎么会一烧不可收拾呢？而且它的烧是从原来的住宅区的周边开始烧起来的，然后整个就烧到了整个住宅区了。那既然是在住宅区的周边开始烧起来，开始发现有火苗开始窜起来，所以交通的运输是很畅通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延误时机了嘛，那也就是居民也好，还有就是周边的州县，大家有没有进来帮忙？这个美军有没有进来帮忙？对，然后都没有。那都没有的情形下，就靠着你加州的消防队、洛杉矶的消防队他们来救，然后部分的居民在救自己的家，这样的一个惨况，我们看到这个野火就越烧越大，完全不能扑灭。那烧到现在美国的政客在相互的踩对方，川普不遗余力的要把这个纽森踩下去，拜登在一直为自己的政策辩解，然后纽森在指责这个川普说，2018年大火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当总统，我才刚刚选上。而那次的大火，加州南北都大火，也是史无前例的。大火之后呢，你对于民主党的州的补助都不给，然后你只偏好于你共和党的州，对我们的完全不给任何东西。那所以彼此之间都已经在相互推卸责任跟喷口水了。您刚刚也看到了，拜登的讲话在台湾来讲，我们更不可理解。好。那现在遏制不了，继续在烧，大家愤怒了。愤怒完了以后，就会想到，那2-3年前在重庆不是有发生大火吗？那为什么他们大陆8天就能够扑灭，而重庆的大火的地点非常不好？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山里面，一整派的山谷都在燃烧，那交通没有消防设施都进不去，可是大陆怎么做到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问，重庆的大火他们怎么做到7-8天就把它扑灭了，而我们就贴着这个住宅区，而且都有消防栓，我们为什么扑不灭？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很快的就发现说，第一时间解放军到了，然后旁边的省，例如说甘肃啦、四川啦、云南啦，这些省的消防队员全部都涌进来帮忙，还有四川的重庆当地的以及其他各县市的民众，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有14000人都涌进这个地方来帮忙。那交通不方便怎么办？他们骑摩托车，所以几千架的摩托车往这个火场里面去送物资，然后去协助，然后他们开始开设整个火，就是说整个把它切断的方式，让它火不能够再往外蔓延。然后他们就问，大陆做得到，美国为什么做不到？而且美国的地点位置更能应该做到的，为什么什么都做不到？我想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政府政客的无能造成人民的伤害。制度真的差很多哦。像如果万一啦，假设发生在台湾，我相信国军也会出动，一定会的。为什么美国没有办法出动军队？我也搞不懂来，委员没有钱，没有钱。就是说，这场火真的是烧出美国的很多的问题，是对美国的整个的形象，不管在国内跟国外形象，其实很大的一个伤害。是就刚刚你们2位刚刚都在讲，就是美国是个全世界科技最进步的国家，而且军队的作战能力也最强大的国家。对，你看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然后加上波斯湾战争，美国都投射了几十万人出去，你几十万人都会投射到海外去作战，结果你在加州的这样的一个火灾，你竟然看不出你中央政府做了什么。就拜登第一个是难辞其咎，你开记者会讲什么？你先告诉大家，你究竟你的联邦政府为了加州这次的这种火灾，你紧急为他动员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要的是人，你军队有这么多，你没有办法派军队加入这样一个
一个火灾的这样扑灭的这样一他还有个工作吗？国民军不是吗？没有错啊国民警卫队，对啊还有其他的州也冷眼旁观哦。这两个国家，就是这个南韩，对已经没有权力的总统在讲话说大家要来帮忙，过来就是乌克兰，乌克兰说这个时候最想要扮演他是一个圣诞老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国家，就这样子而已。我不晓得你美国在做什么，真的中央政府在做什么，其他的州也放任不管。你看以前这个像花莲这种什么震灾啊，还有什么风灾啊，新北市啊、台北市都派救难队去协助啊，帮忙啊，军队也投入啊，对，不管谁执政都这个样子啊。所以美国在做什么不晓得，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是，你加州的火灾不是第一次，对，你加州的火灾几乎每一年都有，只是有大有小，而且不是只有在加州，对，美国其他的州也有过这样的情形，而且加拿大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你自己都没有准备，都没有危机感吗？好奇怪，对不对？你都没有危机感，说哦，今年可能这样，那你的水库在修什么水库？现在天干啊，这个地燥这个事情，会有声音现象，这个早就被预言了。我们好久就会知道，今年会非常的干燥，而且非常的冷。那请问你的水库还在修什么修？你不是应该早就应该在有下雨的雨季就要把那个水给储满，以备在这个干燥的时候，加州的大火、洛杉矶大火的时候可以上山去拯救吗？都没有。所以美国人在干什么？就每天进行政治的斗争，就是这样子而已。尤其是我要讲，你川普也是一个笑话。这个人我更不想评论他。你的国民在上岸，你马上就要当总统了。加州的洛杉矶的人民饱受威胁、饱受火灾之害的时候，请问你在讲什么风凉话？你还在进行政党斗争？说因为这是你民主党执政才这样子。你共和党执政不会有水灾，不会有火灾吗？所以这是很可笑的。最后只要讲这个祖克伯，民主政治是会倒退，大家记得，民主政治也可能变成独裁政治的。这里面很重要一个角色就是商人。你看就职大典，川普就职大典，这些大企业以前多么讨厌川普的，捐了这么多的钱，100万美金这样子的捐给他去办一个登基大典。对啊，祖克伯这样子拍马屁，所以我讲国家。政府跟这个商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恢复到蒋经国的时代。蒋经国的时代对大财阀是没有这么大影响力的。真的，南韩的也是一个例子，大财阀对政治的影响力超级大的。对，来请教将军。所以这个加州的野火大火，这个我认为美国在这个3个方面出了问题。第一个，它的整合跟动员出了问题。你这个除了有消防、有民防、有国民兵，还有这个军队，因为迅速动员嘛，这个动员立刻可以形成救灾的战力嘛，这个可以立刻动员。那这个立刻动员之后，整合完毕之后，直接对这个火区就过去了，然后划分责任区，每一个单位是哪个责任，哪个责任很直接，这个非常清楚嘛。整合跟动员要快，因为这火势啊一发不可收拾啊。这个又新的这些冬天啊，风干物燥啊，加上焚风一下扫过去，所以时间要抢险，要抢时间。我说第一个问题是整合跟动员，第二个它的分工跟反应呢也出了问题。分工就把它分工做指挥，你看从1月7号大火开始到现在为止，1月14号大火已经8天了，你看看现在风速很强哦，最强的强风到现在为止时速120公里的风速你看它变成火龙卷在那边呢，因为风势在刚好助长。那在这个状况下，这个分工跟反应要更快啊，因为这个是时间的问题啊。我认为它这个分工跟反应也是出了问题。第3个，我认为它救灾的方法保守也是一个很大问题。今天火场那么大，区域那么广，这个一定的这些消防栓呢，它的这些水压一定会降压，会减压。他不要再做平面救灾了，要赶快立体救灾，就跟现在的飞机在第一时间就要做动员，把这些水上飞机救灾的水上飞机立刻动员。你5个火区，当然现在还有3个火区，当时是5个火区，动员20架，一个火区4架，一架在洒水，一架在这个去准备加水的飞行途中，另外已经在海上在吸水了。那第四架准备进入灾区，你刚好这4架跑马航线。你20架5个火区，就
这个分工完毕了嘛，一定不可以再平面救灾了，一定要走入立体救灾。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它的救灾的功法还是传统的方式，在这方面没办法应急。那我们先来看呢，这个 AI 工程师我认为将来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因为 AI 它不是人呐、它是机器人呐、它是人工智慧啊，将来它可以工作时程很长。对，所以将来的时候，它不要无人化，它不要休息的。第二个，它可以大量使用，和价格非常低廉。第三个，它可以累积快速成长。所以以后啊是1+1等于2，以后不是了，2的平方是4的平方是16，所以没有所谓摩尔定律了。它可能因为是平方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的快。那将来的话，我看到物美价廉，而且很多的人力会被 AI 取代。是我们刚刚看到拜登对于火灾的反应呢，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他甚至还说啊，我现在当阿祖了。所以你看到美国的这些主播或者是一些舆论呢，也对拜登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他在卸任前发表了一些所谓的包括外交成果在内的一些方方面面他自我感觉良好，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就是我的成绩单他说我在位的时候呢，让中国变弱了。包括苏立文也说，美国更安全了。他说美国盟友比过去几十年都还强大，北约变得更强大，有目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也达到了历史新高中国啊、俄国都变弱了这是拜登说他交出来的成绩单。可是中美之间的 AI 科技的战争还在持续。美国昨天发布了 AI 出口管制，那中国商务部在第一时间也回应了，说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要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而黄仁勋在这个时间点发话了黄仁勋刚刚才抵达台湾这是最新消息。那在此同时，他罕见的公开怒斥拜登的所谓 AI 出口管制禁令。他说这是美国政府错误的引导 AI 扩散的规则。拜登在任期的最后，透过200多页的混乱监管文件，削弱了美国领导地位，操纵市场的结果是扼杀竞争，切断创新命脉，将会失去得来不易的科技还有技术的优势。当黄仁勋这样子非常忧心的讲出了这种话，可是看起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在听包括我们看到呢，黄仁勋某种程度是被中美双面夹杀，2个大国在打架他这个企业怎么大都很难被践踏或是踩踏。他这一周呢，现在人在台湾，那即将到深圳、还有上海跟北京访问必须讲他在深圳有这个工厂，所以他会参加公司的尾牙活动。那未来呢，他会到北京跟上海，可是这个行程没有公开不知道他要去谈什么或做什么。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在连续2年的经济可能低迷的气氛之下，现在它的贸易顺差了中国去年2026年的贸易顺差创新高，达到7兆人民币那有人分析说那尤其是去年12月的出口大增了10%，为什么？因为川普上任之后不是说了吗？要提高关税，很多业者很快的加速赶快把货囤起来，囤好囤满，所以1个月的顺差就到达了1000多亿美元。那当然这是原因之一啦。那他们经济可能也慢慢在复苏了所以我们看到华邮就有一篇报道说，北京最近有一系列的组合拳，包括商业、外交还有军事作为，他们已经 ready 了，准备好了要对抗这个川普新政府的一个工作这个必须看看川普到时候出什么招他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全世界贸易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成本，那对我们当然是最好的。最近对岸的微博都在热议什么呢？讲的是 cherry 他们叫车厘子，我们说的樱桃长这样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可是非常贵那在对岸越来越便宜了，为什么？因为智利的樱桃或是南美洲的这些农产品它可以透过我们看到前海港这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对岸的网友就说他们的樱桃现在的售价是这个18到28块人民币1斤快要比这个丹东的草莓还要便宜了，而且还有一些蓝莓
那我们看到台湾最近有一些从中南美洲进口的一些农产品，我们也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货运海上运输缩短的关系，所以越来越便宜。像上个礼拜委员告诉我说蓝莓很便宜，我就去买了，的确蛮便宜的，从智利来的，还是秘鲁也有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前凯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缩短的运输的距离来到我们亚洲。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债看起来不妙，美股最近也频频出现这个整个大的这个跌股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44年来只发生2次，就是美债涨幅跟 FED 的降息幅度一致。那美国债市遭到大幅的抛售，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逼近了5%，引发市场震荡。这些市场人士最担心什么？因为2007年6月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就是他第一次，他的这个美债收益率逼近突破5%，5个月之后大家注意5个月之后大衰退就降临了，所以现在投资人很怕17年前的惨况重演所以现在很担心呐。所以未来经济到底会怎么样呢？来请教玉芳委员怎么看这个可能接下来的事情？先讲这种像这个黄仁勋的这种忧虑跟不满其实你说台积电有没有？有嘛？这不敢讲太明显嘛，也怕美国老大不高兴嘛。所有的美国大厂，你说包括荷兰的 ASML， 包括日本的这些厂，他们都想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么大的客户嘛，对不对？包括我们台积电，包括我们的联发科，这些都是一样。可是你现在就是要人为要切断这个不能卖，那个不能卖不能卖到中国大陆去有的大概俄国这些大概也不能卖，对这些商人来讲就是受伤很重嘛，他们不满是可以想象嘛。其实我真正的担忧不是说我们台湾会很多东西晶片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会少赚多少钱，我担心的就是说你经贸如果这样慢慢双方都萎缩，然后甚至切断的话，对两岸的关系的这种恶化是会有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个效果的。所以贸易让很多国家本身之间虽然有一些不满，可是因为彼此需要，所以呢就把不满的情绪压下去。两岸就这样子两岸过去几十年的交情，这个经贸的交流，是让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被压缩到最低。你像未来如果大家都不需要互相依赖了，那到时候怎么办？所以在国际政治学上，互相依赖理论为什么很受人家的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我一点，我也需要你一点，大家都互相需要，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较的融合，比较的和平嘛。那你现在美国做法要用人类用这种人为的手段 artificial， 不是自然的手段，要切断很多国家跟中国大陆还有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你就会让战争的爆发的可能性会增加很多，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嘛。是。第二个讲到这个前开港的这个问题这个的确也需要注意，这跟我们台湾会不会有关系？有时候会有关系。你知道，两岸现在农产品基本上来讲是不准农产品不准到台湾来，但台湾农产品某种程度水果还是要依赖大陆的市场，所以一些花莲台东这有些他们要到去，有的要卖文旦包括台南的，有的要卖芒果。你知道这前开港开通了以后你知道秘鲁这些南美洲的国家气候很多地方跟台湾很相像是亚热带的气候，甚至热带气候。芒果，我跟你讲，智利、秘鲁芒果是他们的大宗的农产品之一对，所以你刚刚主持人讲到说南美便宜下来了，南美便宜下来为什么？因为南美就是现在秘鲁卖到中国大陆最大宗的东西就南美。突然间，大家发现南美比美国南美还要好，便宜，所以像台湾市场上一大堆南美，我告诉你，连葡萄都进来了。葡萄也是秘鲁最大的农产品之一。我带着包着我孙子去水果行，他要吃葡萄，那个老板娘就介绍说，这个葡萄更好吃，而且便宜很多。哪里来的？秘鲁来的。也不知道是真还假的。秘鲁的东西突然间好像多了，两岸都到处都是了。对，所以这种我们要去密切注意这样的一个变化。我在上次讲过一句话，前开港的开通不见得不只是有利于秘鲁、中南美洲国家跟大陆之间，
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两岸之间不见得一定要把它看成零和游戏啦，当然，有些事是对大陆好了，对台湾也好。是，我们只希望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让武力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没有错。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赖老师帮我们分析。我觉得拜登有趣啊。为什么说拜登有趣呢？拜登认为中国大陆比以前更弱了啊，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并不理想。可是你知道，《纽约时报》在今天就打脸了拜登的脸啊，因为《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文，很多大的媒体都有转载。他是谈到什么呢？他谈到2020年，因为现在2025了嘛，然后开始做结算。2024年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发现，大陆的出口啊，那破了过去的记录啊，它达到了6%，然后成长6%，进口是不是负成长呢？没有，也成长1%，那出口比进口还更旺盛，但是双成长，这是重点。那它总额大概多少呢？6万亿，就6兆多美元。中国大陆去年2024年的总体的 GDP 大概是18多到19万亿美元，所以等于是它的进出口的贸易占它的这个经济总额大概1/3左右，所以是很健康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出口导向的一个国家，不像说这个韩国啦，或者是日本啦，或者德国，他们是出口导向。那它是以国内的经济占2/3，国外的贸易占1/3。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基本上来讲，对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它是健康的。可是它却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的顺差破了1万亿美元，所以这个就引起了今天大家的高度关注了。对，也就是说，美国这样子不断的打压的情形下，大陆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打压而卖出去的东西减少，相反的，卖得更旺盛。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拜登的打压事实上是失败的嘛？那失败的打压一个经济成长将近5%的中国大陆，比一个印钞票印了1万亿多美元的美国，然后造成它的 GDP 还可以勉强维持1%到2%的成长。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看，拜登是不是说谎话？所以大家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判断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再过几天就要卸任的拜登总统今天说，中国大陆的经济未来绝对不会超越过美国，此话可当真吗？有些政客或政治人物啊，因为他会活在过去，夸大战果，表示他的政绩很显赫。其实要看实际面来看呢，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上面呢，它有3大优势。第一个，它有人口红利，因为中国大陆14亿人口，美国人口3亿4千万人。所以中国大陆人口多市场就大，人口多生产力就多，